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23日，在 The China Brief，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独家洞察：美国能用印度牵制中国吗？中印有多大可能来一场大战？G20 旅游会议在争议之地克什米尔召开，同时激起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愤怒。但是，大家不需要对可能发生的冲击有太大的忧虑。即使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环境复杂，在上个世纪甚至引发好几场战争，但是你会相信这两个大国今天会爆发类似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吗？中国和印度人口总和占到世界1/3，一个国家作为文明古国，曾被英国长时间殖民，却早已经是民主政体。一个国家漫长的历史是小农家朝廷，今天还没有走向民主与法治。但是，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教育水平差距足够提示我们，不能对民主与专制有太简化的理解。英国首相苏纳克说，中国已经成了全球最大安全威胁。G7峰会则认为世界遭到中国的经济胁迫，而印度比中国值得依赖。均不限，这些年，莫迪在美国、在欧洲，最近几天在澳大利亚都受到热烈欢迎。美国建立的印太战略以及周日召开的4方会谈，为的就是拉拢印度入伙。问题是，这个伟大的设计用印度制约中国会变成现实吗？从文化而言，中国人在古代所谓向西天取经，就是引入印度的宗教思想。这些神话传说就是真实的历史。如果没有印度的经文，中国人的思辨力可能更差一些。但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又把这两个渊源悠久的国家变得谁都难以把对方完全征服。以至于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解放军打了一场军事观察家难以理解的战争。解放军迅速攻入了印度声称的主权地，什么都没有得到，又迅速撤离，以至于中国地图上藏南地区事实上被印度占领。印度的山地师则是用来报仇雪恨。但是周恩来时代就试图用谈判而不是战争决定恩怨。现在中国的外交最高官员王毅的岳父，当时正是和谈的中方代表。而今天的王毅很少就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发表演讲，军人比外交官扮演了更直接的角色。零星的冲突总是不断，却是史前文明的方式进行，石头和狼牙棒。这侧面反映了中印最高领导者的克制和智慧。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特别是冲突热点地区，两国军人没有配备现代武器。即使有传闻说美国曾提供高超的军事援助，事实上派不上场。为什么呢？是因为习近平和莫迪有特别友情吗？习近平曾去过莫迪家乡，莫迪也曾拜访国外领袖吉少去的武汉。这种特殊的交往方式显示的是两国领袖的近忧与远见。从外表看来，中印并非互补之国，相反，竞争更有明显。事实上，中国的消费服务业正在试图追上印度，而印度的制造业试图分拆中国市场。但是，两国各自存在的内部问题比西方看到的更严重。西方都批评中印的人权、宗教、种族、民族问题，只是两国各自问题的部分而已。西方所不知道的问题其实更严重，而且都需要相当长时间才可能化解。简单说，习近平与莫迪更容易理解对方的处境，也就没有多少心力互相拆台。甚至在对待俄乌战争上，两人的立场亦很接近，以至于西方要扶植印度发展来牵制中国，只是新的美梦，更遑论来一场新的大战。本文作者和平，中国简报分析专家。美国现在表示没有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制裁的计划。彭博社对于拜登总统就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发表的言论，美方作出反驳。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美国政府不考虑解除制裁。米勒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在中国拒绝了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下个月因制裁而与李会面的请求后，拜登明确表示，我们不打算解除对他或更广泛的中国的任何制裁。然而，尽管两国关系紧张，白宫已开始就一系列问题与中国进行接触。
俄罗斯总理开启对中国的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密切。彭博社，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金 （Mikhail Mishustin） 率领俄罗斯高级商人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些商人都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制裁。预计米舒斯金将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俄中商业论坛，同时还将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自从北京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没有加入西方主导的制裁以来，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大幅增加。澳大利亚试图摆脱对中国锂矿的依赖。纽约时报，澳大利亚政府希望打破世界对中国加工推动绿色革命的矿物的依赖。澳大利亚开采了全球约 53% 的锂供应，几乎所有锂都销往中国。现在，该国正在探索一种生产电池化学品的新模式，在靠近锂矿开采的并出售给美国和韩国等盟国的地方进行。提炼锂还将使澳大利亚能够利用拜登政府去年颁布的降低通货膨胀法 Inflation Reduction Act。该法律旨在通过向澳大利亚等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公司提供贷款或补贴，削弱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某些情况下，高级官员设定了更高的目标。澳大利亚资源部长马德琳·金 （Madeline King） 上个月表示，澳大利亚在抵制中国关键矿产行业的集中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说，这导致了脆弱、波动和不可靠。中国抨击日本限制出口芯片制造技术。彭博社，中国批评日本对23种芯片制造技术实施新的出口管制，称其滥用出口管制措施，违反了自由和国际贸易法规。中国商务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发言人表示，这些限制对企业利益、经济合作和全球半导体行业构成严重威胁，并警告北京将采取措施坚决捍卫其合法权益。该声明是在北京周末禁止国内购买美光科技产品，以回应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之后发表的。广岛峰会将在未来几年影响全球政治。日本时报，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兼佳能研究所研究主任 Koni Miyake 表示，最近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广岛峰会产生了与过去40年的任何一次会议一样具有实质性、影响力和全球性的成果全球研究。三宅说，尽管遭到一些日本媒体的批评，但首相岸田文雄表现出了良好的领导能力，占据了所有行动和信息流动集中的重心，并提供了结论和方向。此次峰会是在全球危机时期举行的，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G7说去风险，中国听到遏制。路透观点，路透社的 Liam Proud 认为 ，G7 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在外交上孤立北京，这可能被该国政府视为升级而非多元化。文章指出，虽然德国等富裕民主国家表示仍将在中国投资，但去风险一词本质上是减少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的委婉说法。事实上，七国集团还计划增加对较贫穷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债务减免，这使得中国更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发挥其金融影响力，这也可能让中国感到担忧。此外，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军费预算都在膨胀，在台湾等问题上强硬立场。TikTok 就全州禁令起诉蒙大拿州。独立报 TikTok 已提起诉讼，挑战蒙大拿州最近宣布的视频共享应用禁令，称将于明年1月1日生效的新法律违反宪法，侵犯了言论自由。该公司表示，阻止用户访问 TikTok 的企图是基于毫无根据的猜测，即中国政府可以访问他们的数据。这两起诉讼都是在米苏拉的联邦法院提起的。蒙大拿州的新法律禁止在该州下载 TikTok。欧盟商会会长表示，中国面临长达数十年的增长瓶颈。彭博社，即将卸任的中国欧盟商会会长 Jörg Watt 表示，由于深层次问题，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面临艰难选择和放缓。尽管中国尚未面临顶峰，伍特克敦促中国政府实施痛苦的改革，例如改革教育体系，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Watt 担心，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中国最终可能会效仿日本经济，而日本经济一直在努力维持生产率和人均 GDP 增长。马来西亚与全球机构合作，加快引渡刘特佐部长。南华早报，据报道，马来西亚政府正在与国际机构合作，努力加快引渡逃亡商人刘特佐的工作。该国事实上的法律部长表示，努力包括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与外国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沟通，以及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实施的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因参与 EMDB 国家基金丑闻而被缺席指控，一直是马来西亚和中国政府可能就他返回马来西亚进行谈判的报道的主题。特斯拉在加拿大销售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路透社，随着 Model 3和 Model Y 的上市，特斯拉已经在加拿大上市销售其中国制造的汽车。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已经售出多少辆汽车，但此次出口可以为特斯拉上海带来新市场，并帮助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保持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制造并在美国销售的车辆。此外，这可能会给特斯拉带来成本优势，而且这些中国制造的汽车有资格获得加拿大$3700的联邦奖励，该奖励与电动汽车的制造地点无关。随着和平计划的激增，乌克兰向非洲和全球南方求爱。路透社，乌克兰外交部长 Dmytro Kuleba 在非洲推动总统 Volodymyr Zelensky 的和平计划，以打破俄罗斯的影响力并为其粮食赢得新市场。乌克兰也在主持与东部分离主义分子的和平谈判，他认识到其他和平提议，包括来自中国和南非的提议，可能会获得支持，并加强了与非洲的关系作为回应。泽伦斯基周末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提议在7月举行全球和平峰会，以推广乌克兰的方案。G7 不太可能影响全球南方以改变阵营，前联合国官方说。日本时报，七国集团 G7 为遏制中国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做出的努力，不太可能改变全球南方与北京不断加深的经济联系，也不会鼓励这些国家改变立场。新加坡外交官和前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布巴尼说，尽管美国试图团结各国支持美国的事业，但经济发展是大多数国家和东盟政府最关心的问题，这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寻求与美国和中国建立密切联系，并阻止他们偏袒任何一方。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欧洲将继续与中国建立牢固的贸易关系，发展中国家不想选边站，俄罗斯和中国还不是一个集团。他说，美中贸易战的后果对这些新兴国家中的许多国家来说可能是严重的。中国从新加坡购买芯片制造设备创8个月新高。彭博社，随着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促使科技公司在地域上实现多元化，新加坡对中国的半导体产品销量正在上升。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新加坡是中国4月份芯片出口增长的唯一主要供应国，与3月份相比增长 3.5%。新加坡正将自己定位为半导体组装和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数据显示，日本和新加坡是4月份中国最大的2个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欧洲对华强硬态度成为焦点。华盛顿邮报，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引发了与中国的又一轮对抗性声明。七国集团公报称，北京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谴责其所谓的恶意贸易行为，并誓言通过保护其经济免受中国蓬勃发展的影响，增强对经济胁迫的适应能力市场和出口行业。然而，公报还表示，该集团国家随时准备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中国召见日本大使，就一名中国外交官所称的七国集团的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进行训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痛斥七国集团的欺凌行为。开头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肆意干涉别国内政、操纵全球事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次峰会被视为西方对中国影响力日益担忧的最新证明。北京在大陆范围内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对自治台湾的好战态度，以及据称未能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存在，已使公众舆论变得强硬。对中国业务持悲观态度的英国公司数量创历史新高。调查，路透社，中国英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全球经济放缓、自给自足的讨论以及投资者观念的转变，英国公司对在中国开展业务越来越悲观。调查显示，采取观望态度的公司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 70% 的公司表示，现在对市场做出长期承诺还为时过早。去年，英中贸易额达1110亿英镑，1400亿美元，中国是英国第4大贸易伙伴。瑞士信贷交易后，瑞银中国基金管理项目停滞。日经亚洲，瑞银已暂停在中国申请其全资拥有的共同基金公司的工作，因为它试图完成对瑞士信贷的收购，并处理新合作伙伴关系产生的监管问题。今年早些时候对瑞信的收购，使得瑞银在中国的基金管理活动的扩张变得更加复杂。中国购买更多澳大利亚煤炭，以提高对优质煤炭的需求。彭博社，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在今年早些时候北京解除煤炭进口禁令后，中国对澳大利亚优质煤炭的需求激增，导致这个亚洲国家的煤炭采购总量同比增长 89%。澳大利亚在中国煤炭进口中的份额目前为 10%， 几乎是3月份的2倍。由于中国不断增加的库存加剧了季节性疲软的需求，导致国内价格下跌。与此同时，尽管俄罗斯领导人本周访问上海，以重申其作为大宗商品供应商的价值，
但由于其对中国的原油出口量也有所下降，俄罗斯4月份的煤炭出口量有所下降。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obrief.com